周五的下午，阳光透过窗子斜斜地打在桌面上，泡了杯茶，习惯性地划拉着手机屏幕，看看最近的资讯。不经意间，一条关于王一博的新闻跳进了视线。说实话，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，我心里并没有那种粉丝看到偶像上热搜时的狂热，反而是一种看着一个年轻人慢慢沉淀、稳稳扎根的欣慰。就像是在喧嚣的街头，偶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老朋友，他正按照自己的节奏，不疾不徐地走着属于自己的路。新闻里说，由程耳编剧、王一博主演的电影《人鱼》最近以合拍片的形式重新备案立项了，还公布了全新的故事梗概。看到程耳和王一博这两个名字再次绑在一起，我的思绪一下子就被拉回了前阵子无名路演时的场景。那时候，程耳导演在台上亲口确认了要和王一博2次合作，还抛出了一个挺让人心惊的词：超级艺术片。在这个快节奏、讲究票房回报率的时代，敢打着超级艺术片旗号去拍电影的，多少都需要点孤注一掷的勇气。艺术片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它可能不会有那种爽文一样的强情节，不会有密集的笑点去讨好观众，它更需要去探讨人性的幽微，去表达某种极致的审美，甚至去挑战观众的观影习惯。程耳导演是个有强烈个人风格的作者型导演，他的镜头语言细腻、克制又带着点冷峻的诗意。而王一博在无名里那个眼神复杂，在隐忍与爆发之间游走的叶秘书，已经证明了他在大荧幕上的可塑性。这两个人再次碰撞，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？这本身就是一件极具想象力的事情。人鱼这个项目其实挺有意思的。资料显示，他2023年7月就备案了，直到2024年7月才杀青。1年的拍摄周期，在现在这个很多电影2-3个月就赶工出来的环境里，算得上是精雕细琢了。如今重新备案调整，或许是为了在合拍的框架下寻找更广阔的市场，又或许是在故事打磨上有了全新的突破。人鱼这个意象，在文学和艺术里总是带着一种神秘、孤独又充满隐喻的色彩。它是跨越边界的生物，一半属于海洋，一半向往陆地。它有着美丽的皮囊，却往往承受着无法言说的痛苦与挣扎。这样的角色，内心戏绝对是极重的。它不需要你歇斯底里的去演，而是需要你把自己完全打碎，揉进那个孤独的灵魂里。王一博本身的气质里，其实就带着一种安静的疏离感。他不笑的时候，眼神里有一种很纯粹的倔强。如果让他来演绎一条在人性与神性，或者现实与虚幻之间挣扎的人鱼，那种反差和张力，确实让人期待，也难怪平台上会有超过7万人标记想看，讨论区里更是盖起了上千条的楼。你要知道，对于一部尚未上映且定位偏艺术的影片来说，这个热度是非常惊人的。这7万多人里，或许有粉丝，但更多的是对好故事、好电影抱有期待的普通观众。大家期待的不仅仅是王一博这张脸，更是期待看到他如何在程耳的镜头下，再次完成一次脱胎换骨的蜕变。上千条的讨论，大家聊的不仅是剧情，更是对这种沉下心来做内容的电影人的敬意。顺着这部电影，我又顺手看了看他整体的电影成绩单，数据挺亮眼的。他一共参与了10部电影，总票房达到了37.73亿。其中，作为主演参与的7部电影，扛下了34.07亿的票房，34.07亿。这不仅仅是一串冷冰冰的数字。在如今竞争激烈的电影市场里，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钱包也是现实的。一部电影能不能卖座，归根结底靠的是口碑，是观众看完之后愿意自发去推荐的自来水。这30多亿的票房背后，实打实地印证了王一博已经成功从那个带着流量标签的偶像，蜕变成了一个能够扛得起票房、被大众市场认可的电影演员。想想他这一路走来，其实挺不容易的。从唱跳舞台走到光影世界，他面对过质疑，也承受过偏见。但他最让人佩服的一点，就是他不辩解，他只做事。你很少看到他在综艺里炒作，或者在社交媒体上发些虚无缥缈的感言。他把所有的表达欲都留在了片场。为了演好一个角色，他可以提前几个月去体验生活，去学一门完全陌生的技能，去把皮肤晒黑，把身材练出特定的肌肉线条。那种笨功夫，在现在这个聪明人太多的圈子里，显得尤为珍贵。这34.07亿，就是观众对他这些笨功夫最好的回馈。他主演的电影，不管是悬疑、动作还是喜剧，他都能把自己藏在角色背后，让你忘记他是王一博，只记得电影里那个人。这种演员的修养是需要一部戏一部戏去磨，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去抠的。他没有因为红了就去接一些赚快钱的烂片，而是爱惜自己的羽毛，慎重地选择每一个剧本。这种清醒比那30多亿的票房更让人觉得难得。
除了电影上的成绩，新闻的最后还带了一句关于他商业版图的消息。企查查的数据显示，王一博名下关联了4家企业，其中有3家处于存续状态。很多人看娱乐新闻，可能直接就划过这最后一句了，但我倒觉得，这短短的一行字，挺能说明问题的。在这个名利场里，很多年轻人在爆红之后，往往会迷失在资本的狂欢中，盲目的开公司、搞投资，最后弄得一地鸡毛。但你看王一博的这4家企业，3家存续，这意味着他的商业布局是稳健的、有规划的，而不是盲目扩张，这反映出他作为一个成年人、一个成熟艺人的独立思考能力。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也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里。他在镜头前是个感性的、充满爆发力的演员和舞者，但在镜头后，他有着极其理性和务实的一面。他把自己的事业当成一家真正的企业去经营，稳扎稳打，不骄不躁。这种在繁华中保持清醒，在喧嚣中守住本心的能力，或许才是他能够走得这么远、这么稳的核心原因。其实，把人鱼的期待、34亿的票房成绩，还有那3家存续的企业放在一起看，你会发现一个非常立体、非常真实的王一博。他没有被巨大的名气冲昏头脑，也没有在复杂的娱乐圈里变得圆滑世故。他就像他即将在人鱼中可能要扮演的那个角色一样，在属于自己的那片海域里，安静的游弋，专注的寻找着属于自己的宝藏。他有自己的艺术追求，愿意为了超级艺术片去死磕。他也有自己的市场价值，用一部部扎实的作品换来几十亿的票房。他更有自己的现实考量，把个人的事业版图打理得井井有条。在这个什么都求快、什么都求流量的时代，王一博的这种慢和稳，反而成了一种稀缺的品质。他不赶时髦，不凑热闹，只是默默地把自己的根扎得更深一点，茶喝得差不多了，窗外的阳光也渐渐变得柔和。关掉手机屏幕，我心里挺平静的。对于人鱼，我不急着去催更，也不急着去猜测他最终能拿多少票房。我知道，程耳和王一博既然决定要做一部超级艺术片，就一定不会敷衍。他们会把最好的状态、最深的思考都放进那几百个日日夜夜的拍摄里，而我们作为观众能做的就是保持一份温柔的期待。等电影上映那天，买一张票，走进电影院，在暗下来的灯光里，去见证一个演员的又一次绽放。至于王一博，相信他会继续按照自己的节奏，不慌不忙地走向下一个更开阔的山海。毕竟，好戏才刚刚开始呢。